我第一次跟着刘康回家，就遭遇了非同一般的待遇。那天我刚进门，还没来得及换鞋，甚至都没看清客厅里站着的那个小姑娘的脸，整个人就被一只从房间冲出来的大型犬撞得连续倒退几步。幸亏刘康眼疾手快，一把拉住我，我才勉强站稳，没有倒地。然而很快，一个瘦长的身影也紧接着冲了过来，细细长长的胳膊肘直到我腹部。随着腹部一阵剧烈疼痛，我整个人一下瘫倒在了地上。刘康见状大惊失色，俯身抱着我，连声问我还好吗？我疼的话都说不出来，只听到一个低低落落的女孩声音在面前响起：爸爸，我和哈罗不是故意的，我们就是想欢迎张阿姨的到来，我们实在是太激动了，所以力气稍微大了点，我忍着痛抬头去看，眼前小姑娘虽然勾着背，但目测身高也足有1.6米，体重应该有90多斤的样子。这样一个身高体重都与成人相同的孩子，用了全身的狠劲给我肚子一下子，真的很要命。小姑娘此刻下颏仰得高高的，圆胖脸饱饱的往下坠着，耷拉着眼皮，我看不清她眼睛。刘康叠声的埋怨，他实在是太不小心了，怎么能这么莽撞？但话语中却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责备。那天从医院出来，我萌生了结束这段感情的念头。我不是喜欢拐弯抹角的人，所以检查完疼痛的腹部后，站在医院门口，我直截了当和刘康提了分手。刘康眼圈发红，手足无措地和我解释，但翻来覆去都是孩子还小，希望我能原谅一次。我反问他，你看到他用胳膊肘捣我肚子了吗？那么明显，你应该看到了吧？12岁的女孩子也不算小了吧，应该懂事了吧？她要真不懂事，还知道用胳膊肘捣肚子最疼。面对我一连串的发问，刘康无言以对。我不想再和他多话，抬脚要走，没想到刘康一个40岁的大男人竟然当街哭了起来。琪琪，对不起，是我没管教好孩子，但请你体谅一下，大人的很多事他都不知道，所以才对你产生了敌意。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慢慢告诉他的。听着刘康抽抽噎噎的声音，我停了脚步。是啊，我这个选择，别说才12岁的刘玲，就是62岁的我亲妈都不能理解。说起来，我和刘康关系可实在是太复杂了。刘康的前妻是我前夫的现任老婆，而我是我前夫现任老婆前夫的女朋友。了解内情的亲朋好友得知我和刘康在一起时，每个人都觉得我大概是受了刺激，精神不大正常了。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是真的还挺喜欢刘康的，只不过这份喜欢并没有深刻到让我愿意承受一切的地步。所以面对刘玲这个熊孩子的下马威，我立刻退缩了。刘康最初打动我的是他的真诚，我们俩在交往之初，他就把他的收入、财产、孩子、父母以及和前妻的关系，所有一切都对我交代得清清楚楚。后来接触的多了，我渐渐喜欢上他的踏实、博学和豁达。站在路口看着痛哭流涕的刘康，我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。然而刘康精心安排的第2次会面依然是状况百出，甚至更加糟糕。这次刘康下午请了假，早早带着我回了家，没有提前通知刘玲。他说不想给刘玲准备恶作剧的机会，我同意了。到他们家后，我坐在沙发上刷手机，刘康在厨房准备晚饭。刘玲放学后进门看到我，眼睛瞬间瞪得老大，眼神里的敌意一览无余。我当然不能和一个小孩子计较，于是主动起身和他打招呼，放学了，饿了吧？等会就能开饭。刘玲撇了嘴，刚要说什么，刘康带着围裙从厨房冲了出来，他半警示半威胁地说道：玲玲，记得我上次和你说的话吧，要有礼貌，快喊阿姨。刘玲眼珠转了转，不情不愿喊了一声阿姨。刘康听到刘玲喊我很是开心，他满面笑容地开始张罗着上菜，各种菜肴满满当当摆一桌。刘康让我和刘玲先去洗手，说还有最后一个菜，等菜好就能开饭了。从洗手间出来，刘玲突然主动和我说话，指着餐桌前的椅子说：你坐这吧。我受宠若惊，以为他对我态度有所好转，赶紧对他说声谢谢，然后就落了座。刘玲坐到了我对面，她先是挑衅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旁若无人地把整只手直接插进了餐桌中间的排骨汤里。我目瞪口呆看着她的动作，这也太没教养了吧！我心被腹诽，嘴上却没说话。刘玲很快又把手拿了出来，边拿边点头，自言自语说：还行，不烫，温度正好。说完，她对着我诡异一笑，这话有些没头没尾，让我不明所以。这笑带着一丝不怀好意，让我觉得浑身毛骨悚然。然而还不等我想到什么，下一秒我整个人就都懵掉了。只见眼前的刘玲忽然起身，两手奋力端起那个大汤碗，对着自己的脸直接泼了下去。汤还是微微冒着热气的，所以刘玲的脸瞬间就被烫得有些发红。同时刘玲的脸上和身上到处挂着排骨和藕，模样十分滑稽。我被这一幕惊得忍不住大叫出声，可是刘玲声音比我更大，她双膝一软，跪坐在地上，大声地哭喊着，鬼哭狼嚎一般喊着爸爸。刘康从厨房跑出时，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场景：刘玲整个人打着哆嗦，脸上挂着泪，瘫坐在一堆排骨和汤水中，而我呆若木鸡地立在刘玲的正对面。刘康惊慌失措地去帮刘玲擦脸，语无伦次地问她哪里烫伤了。
刘琳边哭边叫脸疼。刘康追问到底怎么了。刘琳怯生生看我一眼，抽抽噎噎说：“张阿姨刚刚对我说要让我长个记性。她说上回我和哈罗撞疼了她，她今天要给我点教训。阿姨故意趁着汤很热泼在了我身上，我现在全身都不舒服。爸爸，我身上好疼啊，估计烫出水泡了。”呜呜，刘康怀疑地看着我，眼神闪烁。他嘴唇嗫嚅几下，最终还是问出了口：“玲玲说的是真的吗？”我缓过神来，对着刘康一字一顿说：“不是我。”刘康没吱声。刘琳见他爸爸没有听他的话，开始在地上撒泼。哎呀，疼死我了！爸爸，你不相信我吗？难怪别人告诉我，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爸。爸爸，你不爱我了。不知道是哪句话触动了刘康的心，他再也顾不上我，只蹲下身，开始连声安抚刘琳，让他不要担心，立马带他去医院。刘琳却不肯答应，他口里叫嚣着，如果刘康不赶走我，他绝不肯去医院。刘康无奈看着我，用眼神示意我先走。而这个时候，我发现刘琳抬头对着我看时，脸上竟然挂着得逞和示威的笑意。兴许她在高兴，她的离间计成功了吧？我心中冷笑，瞪着眼前唱作俱佳的小姑娘，我直接打了120。120上门时，刘琳有些心虚，不肯上车。我告诉刘康，汤是刘琳自己泼的，泼之前她还特意用手试过温度，应该不会烫伤，但既然她说不舒服，还是应该让她去医院检查下。于是，但在我和刘康的坚持下，刘琳还是被送去了医院检查。检查了一圈，当然是没什么事，毕竟当初那汤是他自己试过的，他怎么舍得真把自己烫伤？回家后，刘康让刘琳靠墙站直，口气相当严厉地询问他，说：“你身上的汤到底怎么回事？”刘琳脾气很倔，不管刘康如何说，死活都不肯开口。时间滴滴答答过去，他们父女一直僵持不下。我起身，直指客厅上方的摄像头问刘康：“那个一直开着的吗？能看会放吗？”刘康抬头看了一眼，想到什么，一脸恍然，他连声说着能看。然后他转身就要去查连接的电脑。刘琳明显慌神了，他脱口而出：“不用看了，是我自己泼的汤。”刘康大怒，抄起一根戒尺对着刘琳的屁股就打了过去。刘琳猝不及防挨了这一下，大叫了一声啊！我赶忙拦住刘康：“小姑娘大了，不要动手，有话好好说。”刘琳眼里含着泪，一把推开我：“你滚，不用你当家好人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个绿茶婊，白莲花。你是我爸爸妈妈之间的小三，我恨你。”这话从一个12岁的孩子嘴里说出来，真的很让我非常震惊。刘琳看我的眼神饱含仇恨，我一时有些怔住。显然刘康也被镇住了，他呆立了一会才反应过来，然后咬着牙拿着戒尺就追进了刘琳房间。我长叹一口气，这次没有阻拦刘康。12岁的孩子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了，说话这么口无遮拦，做事如此冲动肆意，确实应该好好教育一下。我在客厅听着刘康一下下打得啪啪作响，想来也是用了很大的力气。然后刘琳硬是一声没吭，不求饶也不哭。半小时后，刘康一脸颓败地走了出来。我示意刘康进了书房，我们把门轻轻关上。我严肃对他说：“如果你想我和你好好在一起，你必须和孩子说实话。”刘康很犹豫，玲玲还这么小，大人的事他不应该知道太多。我看他一眼，刘琳12岁了，有些事情他知道真相才能明辨是非。你藏着瞒着，对他没有好处，只会让他心中的仇恨越来越深，最终变成一个心理扭曲的熊孩子。刘康支支吾吾。可是，如果他知道了真相不能接受怎么办？他妈妈在他心里一直是很好的，如果知道这些，让孩子出现心理问题怎么办？我看着他说，他现在已经有心理问题了，他仇恨我，想方设法要报复我。他心里想的念的都是怎么赶走我，甚至不惜伤害自己为代价。你如果任其发展下去，他真的会变成一个心理阴暗的孩子。刘康有些颓然，讷着和我说对不起。看着刘康沮丧的样子，我不想再多说什么，只是出门前我告诉他，作为一名成年人，刘琳这点小伎俩根本伤不到我，所以你无需和我说对不起。诚然，杨木不是好妈妈，她自己出轨撒谎，还给孩子心里种上仇恨的种子。但你也不是好爸爸，你纵容放任杨木的做法，甚至还帮他隐瞒推波助澜。你这样只会害了刘琳。刘康痛苦地抱着头喊，我只是不想让玲玲受到更大的伤害。我没有理睬他，推开了门。开门后我愣住了，刘琳正直挺挺站在门外，整个人呆呆的立在门口一动不动。爸爸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刘琳指着我问。我回头看到刘康神色有些慌乱，他哀求地看着我，似乎在求我别多话。我心里微微一叹，刘康如此优柔寡断，让我心中的退意越来越浓。刘琳突然蹲下身大哭，边哭边念叨，妈妈说就是他勾引了你，他是小三，他逼走了妈妈。妈妈说他会永远爱我的。妈妈说后妈都是恶毒的。爸爸，妈妈骗了我是吗？刘康将刘琳抱住，玲玲，妈妈确实是爱你的，但张阿姨不是小三，爸爸和她是后来认识的。我和妈妈离婚，主要是因为……刘康欲言又止。刘琳睁着湿漉漉的大眼睛盯着他问：因为什么？刘康艰难吐字：因为妈妈喜欢上别人。他喜欢那个姓于的是吗？刘琳小脸皱成一团。刘康点点头。
你们都是骗子，你们都骗我，你们是坏人，全部都是坏人，我恨你们！刘琳哭声越来越大，刘康怎么哄都哄不住。这些和我无关，我本来想一走了之的，但奈何他那张哭唧唧的脸硬生生拉住了我的脚步。眼前这一幕多少有点熟悉的意味。我的亲爸当年出轨，我也曾这样抱着妈妈大哭。我认命地蹲下身，挥手让刘康走开，自己拉着刘琳进了书房。没什么好哭的，就算他们俩离婚了，你的爸还是爸，妈也还是妈。你妈是成年人，她当然知道自己这是理亏，所以才千方百计瞒着呢，怕你知道不原谅她。这事说到底不关你的事，你不用哭，更不用难过，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就成。随着我的碎碎念，刘琳的哭声渐渐止住了。那天我走的时候，刘琳看我的眼神似乎多了一丝探究的意味。第二天，我正在单位忙着，突然接到了刘康的电话。他说刘琳在学校和同学打架，把对方的脸抓破了，但他现在有事走不开，希望我去学校帮着处理一下。我是不愿意的，毕竟刘琳有爹有妈的，我算哪根葱啊？见我犹豫，刘康央求说杨木她怀孕了，不方便过去，你就当帮我个忙行吗？我只能硬着头皮赶去了刘琳学校。这一去，我才发现情况远比我想象的更糟糕。刘琳的班主任见到我很激动，刘琳妈妈是吗？您工作应该很忙吧？我还从没见过您呢。可是不管多忙，孩子的教育还是很重要的，知道吧？刘琳这学期学习下降的厉害，我们就先不说了，现在竟然学会欺负同学了。你要知道这种行为相当恶劣的。我看看缩在墙角没有抬头的刘琳，对着老师干笑一声，对不起啊，老师，我能不能先问问到底什么情况？刘琳班主任是语文老师，说起话来严谨又利落，快速给我讲述了整个过程。刘琳上课和同学讲话，负责管理班级的班长上前批评了他不服气，动手把班长一把推倒了。班长起身后要拉刘琳进办公室，结果刘琳一巴掌打了人家，而且还用手指甲划破了人家的脸。后来班长怒气也上来，两个人就动了手。刘琳竟然拿美工刀对着班长的脸直接比划上去，美工刀划伤了班长的眼角。幸亏班主任后来到了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班长小姑娘受伤的位置虽然已经被包扎好，但脸上却还有血迹。我看到受伤处离着眼睛只有不到1厘米的距离，实在是非常危险。我被惊得心里一阵抽搐，赶紧先鞠躬给对方家长道歉。对方家长还算通情达理，表示小朋友之间发生争执很正常，但明确提出不希望再看到美工刀带到学校，毕竟这个东西实在太过危险，同时提出希望刘琳能够诚恳认错。这个要求非常合理，我赶紧应了下来，还特别提出后续的医药费全部由我们承担。说完，我转头让刘琳过来道歉，没想到刘琳压根没理睬我，我只能上前拉着她胳膊把她拖过来，这事是你的不对，不管发生什么问题，怎么能用美工刀伤人呢？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，是坚决不能允许的，你赶紧道歉。刘琳脸别过去，不吱声。班主任急了，刘琳，你犯这么大错，按照学校规定应该记过处分的，你知道吧？如果不是班长帮你求情，现在你都接到处分了，你还不赶紧道歉？刘琳突然发飙，当着整个办公室的人用手指着班长嘶吼，你个小贱人，装什么好心肠？你今天批评我，还不是因为我和李超说话，你喜欢李超但我不知道啊，装什么为我好？你明明就是嫉妒我吧？在场的老师、家长都懵了，班长更是哇一声哭了出来。我急了，今天这事如果闹大了，刘琳恐怕真得留校察看。我赶紧用力拉住刘琳，刘琳，瞎说什么呢？还不赶紧道歉？刘琳恨恨看着我，眼睛里饱含怒火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配管我？后妈就没有一个好东西，你来了都不安慰我一下，上来就逼我道歉，我哪错了？人家欺负我，我凭什么都忍着？你麻溜给我滚蛋！叫我爸来，我就不信我爸能任凭他女儿让别人这么欺负。刘琳这话一出，在场的大人眼神都变了。刘琳的班主任看向我的眼神多了几分的探究和疑问，我顿时十分尴尬。班长妈妈语气也变了，既然这位同学的爸爸今天有事，我们就改天再聊吧。王老师，我们先走了，孩子受伤的照片和就医记录我们会整理好提交学校的。我一听这话急了，今天不能达成和解，后续人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校内打架令同学受伤，还是恶意的，恐怕真的记过呀。想到事关刘琳一辈子，我还是不忍心。我赶紧陪着笑脸上去拉住了对方家长，您别急，他爸爸今天有事不能来，但我可以处理的，您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结果对方家长还没开口，刘琳抢先说道，你不能处理，你不是我妈，你代表不了我家里，你要敢答应赔钱，我要你好看。班长妈的脸色顿时拉了下来，她眼带讽刺地看了我一眼，丢下一句没有教养，说完就转身走了。刘琳还在疯狂吼着，你丫骂谁没教养呢？你才没教养呢，你们全家都没教养。我心中升起一股无力感。班主任看看张牙舞爪的刘琳，再看看一脸苦笑的我，倒也没为难我，只是用同情的语气说，你先带他回家吧，我再联系他爸爸。送刘琳回家的路上，我一路很沉默。刘琳神色却有几分得意，你别以为说几句心灵鸡汤我就能被你感化了，告诉你，你那套也就能骗骗我爸。我昨天晚上打电话问我妈了，她说了，你瞎扯，他根本没出轨，都是你瞎编乱造的。
你等着，呵呵，我早晚能想办法拆散你和我爸。面对刘玲的挑衅，我一言不发，径直开车送她回了家。结果刚下车，就看到杨木手里提着一堆零食，正站在门口。看到我送刘玲回来，他似乎并不意外，眼带讥讽地扫了我2眼。然后杨木手扶着腰，脸上扬着笑，嘴里喊着：“宝贝，你回来了，妈妈给你买了你爱吃的零食。”刘玲连蹦带跳，雀跃着奔向杨木，母女俩当着我面亲亲热热搂抱成一团。我转身欲走，你站住！杨木高喊。我懒得理他，但刘玲却一个箭步窜上来，用力扯住了我的衣角。妈妈，我拉住他了，你有话赶紧说。杨木走到我面前，嘴角微微翘起，脸上得意和不屑交错。张琪，我告诉你，你少给我女儿灌迷魂汤。什么我出轨，我是坏女人，这种话你要以后再敢在孩子面前乱说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我斜睨他一眼，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，你要是没做，干嘛怕别人说？杨木急得面红耳赤，我宝贝才12岁，你就给他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你就是不安好心！我双手环抱在胸前，小三、绿茶、出轨，这些词可不是我教他的。是谁不安好心挑拨离间？谁知道？杨木脸色一转，开始装模作样擦眼泪。我宝贝可怜啊，碰到这么个恶毒的后妈，以后可怎么办啊？刘玲见杨木哭了，急了，她用力推我一把，你赶紧给我妈道歉。我毫不客气，指着杨木的肚子说，她怀孕都快6个月了，你自己用脑子想想，到底是谁出轨在先？刘玲愣愣看着杨木，一时语塞。杨木见状，哭得更凶了，那还不是因为你不能怀孕，伟业才急着要孩子。你就算早认识玲玲爸爸多少年，也怀不了孕啊！听着杨木歪曲事实，恶意攻击我，我心里没有一丝波澜，只觉有些不耐烦。今天我才知道，为什么刘玲能够唱作俱佳，原来是一脉相传。我实在懒得欣赏杨木声情并茂的拙劣表演，扭头要走，迎面却见刘康匆匆走了过来。我和刘康打了招呼说先走了，刘康却上前拉着我的手说，走什么？留下来吃饭，今天你去学校处理事情辛苦了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我实在不愿意掺和他的家事，推说有事，坚持要走。刘康低头伏在我耳畔哀求道，琪，我今天会当着杨木还有玲玲的面把事情都说清楚，你不要走好不好？我略思量了下，同意了。事情总是要解决的，如果他今天干脆利落的处理好，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如果他还是拖泥带水，没有一个明确态度，那我想我也不会再眷恋什么。4个人坐在沙发上，场面一时有些尴尬。杨木，玲玲还小，我希望你给玲玲灌输正确的3观，不要教她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刘康先开了口，不想这话却捅了马蜂窝。杨木恼怒地拍着桌子大骂，刘康，你个神经病，什么是乱七八糟的东西？我亲生的闺女，我能害她吗？你找谁不好？找于伟业的前妻，你诚心恶心我呢吧？谁3观不正？我看你们这对奸夫淫妇才3观不正呢。刘康急了，你当着孩子的面说话注意点好吗？什么叫奸夫淫妇？我就是太客气了，才让孩子听这个贱女人胡说八道。杨木的唾沫都快喷到我脸上，他用手指着我的脸，恶狠狠说，告诉你，少在我女儿面前搬弄是非，不然我饶不了你。我们俩离婚，明明是你有错在先，你为什么颠倒黑白？我和张琪也是因为处理你和于伟业的事情才认识的。刘康忍无可忍，当着刘玲的面揭穿了事实真相。不想杨木却脸不红心跳，气焰依旧极其嚣张，你少给我装什么正人君子了，要不是你早就看上了张琪，你能这么爽快答应离婚？我告诉你刘康，你那点花心思，当老娘看不透呢？我问你，既然我是过错方，当初离婚你为什么还同意分钱给我？既然我错了，你去告我啊，有本事让我净身出户啊！刘康脸憋得通红，半天才挤出一句，我当初还不是因为看在孩子的面上，不想和你闹得太过难看。得，别说那些好听的，什么为了孩子，你就是因为心虚，不然你一个大男人能忍受戴绿帽子？啧，杨木的嘴像机关枪，一弹接一弹地射向刘康。你别当了婊子又想立牌坊，刘康，咱俩半斤八两，谁也别说谁。你要不是因为这个女人，你能痛快放过我？莫不是乌龟当着开心？别装什么高风亮节，告诉你，闺女是我生的，没人给我疼她。你们别想给我闺女洗脑，我闺女心里明白着呢。整个吵架过程，刘康全程被动挨打，毫无招架之力。见此，我叹为观止，只能说我前夫与伟业这次娶妻，真的算是棋逢对手。刘康急得脸红脖子粗，大概实在被逼急了，突然大吼一声，你口口声声为了玲玲好，你爱玲玲，你要真爱玲玲，为什么这么急着再生一个？这话戳中了杨木的死穴，他立马哑了口。刘玲也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，诺诺问，妈妈，你有了小宝宝，是不是就会不爱我了吗？杨木脸上堆满笑，上前抱住刘玲，宝贝，怎么会呢？妈妈最爱的永远是你，我生个弟弟妹妹也是为了你以后有个伴。刘玲一把推开他，我不需要这种伴，你打掉他吧，我希望你是我一个人的妈妈。杨木呆住了，他脸色讪讪的，宝贝，你开玩笑呢吧？刘玲小脸一板，一本正经对他说，我没有开玩笑，我不要弟弟妹妹，我只想要爸爸妈妈，我们一家3口就够了。杨木脸上的假笑再也维持不住，他起身冷哼一声，扔下面面相觑的我和刘康，还有一脸期盼的刘玲，摔门而去。杨木一走，刘玲就冲我爆发了，他连吼带叫让我滚，说都是因为我，他妈妈才不能留下来。边说还边冲上来撕扯我的衣服，刘康拉都拉不住。
我只能先走了。我决定暂时不和刘康见面了，先冷静几天再说。刘康同意了。过了没几天，我突然接到了于伟业的电话。虽然离婚证才拿到半年，但我和于伟业其实已经很久没什么联系了。我不知道他找我有什么事，我迟疑着没接，电话却不依不饶地响着，大有我不接他不停的架势。我只能接了起来。刚接通，于伟业的咆哮声就从电话里传了出来：“张琪，你可真行，你丫够狠的，做得出来这种事。”我被他的吼叫声震得耳膜疼，皱着眉头把话筒拿远。等于伟业嘶吼的差不多了，才淡淡问他：“我做什么了？你说的什么事？”于伟业再次暴躁大吼：“你别装了，杨木现在还躺医院呢。我的儿子，我6个多月的大儿子就这么没了，你陪我儿子。”电话里，于伟业竟然呜呜哭了起来。我真的是一头雾水，只能问他到底什么事，怎么还和杨木有关系？于伟业气急败坏说道：“你还装呢？杨木流产了，刘玲那小杂种搞的。你说是不是你教唆刘玲推杨木，让杨木流产的？”我大惊，但我不愿意和于伟业废话，直接给刘康打了电话过去。电话里，刘康的喉咙嘶哑，说话有气无力，说自己病了。我想了想，买了点水果，直接去了他家。刘康脸色苍白，嘴唇干裂，整个人蔫蔫的，毫无精神，真的是生病了。我给他倒了一杯水，问他怎么了。刘康叹着气，告诉了我事情的原委。原来，自从杨木那天走了，刘玲就一直神不守舍的。刘康虽然有留意到他的变化，但他最近一直很忙，除了工作上的事情，他主要还在忙着处理刘玲在学校惹出来的问题。班长妈妈后来把事情捅到学校里，要求学校严肃处理刘玲。学校最终决定给刘玲一个留校查看的处分。刘康担心这个处分影响将来刘玲升学，所以正想方设法和学校以及班长家里道歉周旋。谁知学校的事情还没处理出一个结果，刘玲又捅了一个大娄子。刘玲借口刘康太忙，没人管他，自己给杨木打电话要去和杨木住几天。杨木正担心刘玲疏远了自己，所以对他的要求自然是满口答应。刘康想着让他去住几天也好，自己正好空出时间来处理手头的事情，便答应了。刘玲去的时候带了很多东西，衣服、鞋子、书包、零食，甚至还带了一瓶橄榄油。虽然刘康觉得有点奇怪，但他一向对刘玲很是宠溺，尤其离婚后，他觉得对孩子有所亏欠，更是无边纵容。后来刘康就开车把刘玲和他打包的东西全部送去了杨木那里。谁知道刘玲竟然趁于伟业不在家，把杨木家里的楼梯全部涂满了橄榄油。然后刘玲还故意搀着杨木的胳膊，通过和杨木撒娇说话的方式转移杨木注意力。杨木被刘玲缠着，完全没有看到楼梯上的橄榄油。等杨木一脚踩下去，觉得有点黏腻不对的时候，刘玲却猛然抽出手，一把将杨木推下楼梯。我知道那个楼梯足足有8个台阶之多，当初还是我设计装修的。当时为了好看，我特意用的实木。结婚后，我每年都做精细保养，地板一直非常细腻润滑。刘玲在本就很滑的楼梯上洒满了橄榄油，还用力一推，大着肚子的杨木还真是完全逃不过。刘康长叹口气说：“杨木流产了，大出血，人现在医院，还一直昏迷着。医生说杨木的摘除子宫以后怕是不能生了。哎，那个于伟业闹了好几天了，我这也是急火攻心，急出来的病，我听得瞠目结舌。刘玲这胆子也太大了，而且这心思如此狠毒，那杨木可是他亲妈呀。”我沉默了好一会才问：“刘玲现在人呢？”我让我爸妈来偷偷把她接回老家去了，不能在这里待着。那个于伟业疯了，疯着要追究玲玲的责任，我担心吓着他，让他先回老家去避避风头。我再次怔住，孩子犯了这么大错，刘康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把孩子送得远远的，不要被追究责任。可是玲玲毕竟犯了这么大错，不应该逃避责任吧？何况现在杨木还没醒，那是玲玲亲爸啊！我小声说了几句，结果还不等我继续说什么，刘康蓦地起身打断了我，他眼睛瞪大，怀疑地看着我：“你今天不是来帮你前夫于伟业打探玲玲在哪了吧？”我苦笑。于伟业骂我撺掇刘玲推倒杨木，致使杨木流产。刘康怀疑我来做于伟业的探子，打听刘玲的消息。他们还真都看得起我。我摇摇头，和他说了前夫于伟业找我的事情。刘康顿时脸色有些愧疚，他低声道歉：“对不起呀，我实在是太紧张了。主要杨木他生死未卜，如果真有个3长2短，我担心于伟业不会轻易放过玲玲。但玲玲还是个孩子啊，他能有什么坏心思？不过试想他妈妈只爱他一个罢了。”刘康这话简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。如此缜密的心思，如此恶毒的手段，这根本不是一个正常12岁孩子应该想到的事情，竟然被刘康轻描淡写地说成只是因为想得到妈妈的爱。我感觉和刘康似乎也没什么好说的了，只不过看着眼前他憔悴的样子，我此刻提分手似乎也太不人道了。我忍了忍，宽慰了他几句，准备等他眼前这些事情处理好以后再和他摊牌。于伟业后来又来找过我一次，他竟然厚着脸皮来求和好，我算知道了，琪琪这夫妻啊还是原配的好。杨木现在就是个不能生蛋的鸡，我要他干啥？他和刘康生的那个熊孩子简直太歹毒了。
我估计，就算杨木真生出儿子来，他都敢给我掐死。其实啊，我一直爱的就是你，就是你不愿意生孩子，这让我很为难。你也知道，我可是我们老于家的独苗。只要你肯生孩子啊，咱俩立马复婚。我安静坐着，看着手舞足蹈的于伟业自顾说的高兴，一言不发。最后见我一直不开口，于伟业尴尬起来，他死皮赖脸求我给个痛快话。我只有一句话告诉他：滚，别再出现在我眼前。于伟业骂骂咧咧地走了，嘴里不干不净地说我不识好歹。我起身时接到了刘康的电话，但话筒里传来的是刘玲的声音：哼，我告诉你，我爸和我妈要复婚了，你赶紧自个乖乖滚蛋吧！你个臭小三，烂女人，没机会和我爸爸在一起了。呵呵，还不等我说什么，刘康抢过了电话，他连声和我道歉，然后约我见面。我答应了。这才几天不见，他似乎老了好几岁，神色非常落寞。一见面，刘康就拼命给我道歉：琪琪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让他慢慢说。原来于伟业听说杨木再不能生以后，吵着要把刘玲弄进少管所，说他是故意杀人和伤害。杨木虽然也心疼肚子里的孩子，但也不舍得把亲闺女送进去。杨木便央求于伟业放过刘玲。于伟业最后答应了，但条件是他和杨木离婚，要求杨木净身出户，还要赔偿他精神损失费10万块。杨木不甘心人财两空，一无所有，就来找刘康。他提出，如果刘康同意复婚，他就答应于伟业的条件，保住刘玲。刘康为了刘玲，最后决定和杨木复婚。今天他就是来和我分手，同时道歉的。我暗暗长出一口气，正烦恼怎么和刘康提分手呢，我当即连连点头，表示能够理解。刘康痛苦地用双手抓着头发，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，对我诉说着内心对我的情感和自己的痛苦。我有点尴尬地起身，匆匆告辞了。我并不怀疑刘康对我感情，他确实算是一个老实的好人，但他在教育孩子方面，我却从来都不认同。他和杨木，一个教会了孩子欺瞒、颠倒黑白、不择手段、善恶不分，一个纵容孩子知错不改、逃避责任。刘玲变成今天样子，刘康和杨木谁也逃脱不了责任。几年后的一天，我去医院探望刚生完宝宝的表妹。从车库出来时，我远远看到一个有些熟悉的身影，隐约感觉有些像是刘康。但我再仔细一看，虽然身形很像，但那个人头发花白，身子伛偻，明显是个老人。我心中暗笑自己才刚40岁就眼花了。等电梯时，有人轻轻上前，不确定地喊我名字：张琪。我回头，竟然真的是刘康。只是眼前的他太令我惊讶了，头发花白就算了，眼角和嘴角处竟然有了深深的皱纹，整个人看起来老气横秋，没有一点精气神，才40几岁的年纪，瞧着竟然像60多岁的老年人。他的身子也佝偻着，以前意气风发的刘康完全像变了一个人。也许是我的眼光太过诧异，刘康推推眼镜，自嘲地笑了下：哎，是不是我老的都让你认不出来了？我赶紧收回目光，礼貌地摇摇头说没有。刘康却苦笑着说：没事，我知道的，有时候我自己照镜子都能吓一跳。我沉默，不知该如何接话。我本来就不是热情外向的性格，对他人的生活也没有任何窥探的欲望，但刘康明显很多话想说，他期期爱爱地问我这些年过得好不好。我点点头说还不错。刘康神色沮丧悲苦，小心翼翼问我能不能和我聊几句。我本想拒绝他，但他却又神情凄楚地追了一句：琪琪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和你说几句话，我这几年过得太苦了，我快熬不下去了，有时候真想一死了之啊。我吓了一跳，只能答应陪他聊一会。我们一起走上了2楼，寻了一个僻静的拐角处站定。刘康开始和我絮絮叨叨，他和杨木复婚后，两个人相处很不好，基本过着3天一大吵2天一小吵的生活。刘琳也越来越叛逆，后来因为在学校里多次和同学打架，直接被学校开除了。刘康求爷爷告奶奶把刘琳送进了一所职校，想着好歹混几年日子，等稍微大一点再出来工作。谁知刘玲在职校里变本加厉，不但不学习，还成天和一群不三不四的社会闲杂人混在一起，沾染了一身的痞气和坏毛病。在职校里，刘玲就是一个大姐头一样的人物。他最常做的就是经常欺凌普通同学。2个月前，刘玲莫名看一个同班的姑娘不顺眼，突然就上去就打了人家2巴掌，踹了人家一脚。谁知道这次他看走了眼，那个平时班里不声不响的小姑娘，竟然是跆拳道黑道。小姑娘也没客气，当场就回击了刘玲。刘玲在学校里一向是横着走的，哪里吃过这种亏，丢过这种脸。她当即就和小姑娘打成了一团。开始还只是拳脚之争，2个人都没受什么伤。但争斗过程中，刘玲明显是落了下风，被揍了好几拳。吃了亏的刘玲就发了狠，她竟然掏出了随身带着的美工刀，朝着对方的脸直接刺了过去。对方大惊之下便开始闪躲，刘玲却得意起来，以为对方怕了自己，便毫不客气地拿着美工刀一路追上去。那姑娘身体素质特别好，跑起来飞快。刘玲追不上人家就着了急，结果脚下一个不留神，直接从楼梯上滚了下去，以非常诡异的姿势当场摔断了梗子。更要命的是，他手中的美工刀掉落后，别在了自己的脚踝处，弹出的刀片割断了刘玲自己的动脉。等到医院的时候，刘玲已经深度昏迷了。后来人虽然救了回来，但却高位截瘫。
从脖子以下，整个身体都没了知觉。医生说，因为刘玲是头朝下从楼梯摔下来，整个脊髓受到严重创伤性损害，身体多处骨折和脱位，最终导致了高位截瘫。也就是说，这辈子刘玲都无法正常生活了。面对着满脸凄楚的刘康，我感觉什么安慰都是徒劳的。这样的刘玲，注定要成为刘康和杨木一辈子的负担。我看了一眼刘康手里拿着的饭盒，只能对他说：“你先去送饭吧，杨木和孩子还在等着你呢。”谁知我刚说完，刘康就蓦然冷笑着说道：“杨木，他早跑了。林林出事后，他嫌弃我们爷俩是拖累，偷拿了家里的银行卡，连夜跑了。我第二天发现去挂失的时候，人来银行告诉我，钱早被转走了，卡里都空了。我再次呆住，这是怎么样的妈妈？那你需要钱吗？”我赶忙掏出钱包问刘康。虽然我不是圣母，但碰到这样的事情，我实在没办法坐视不理。刘康用手擦着眼泪，声音哽咽起来：“琪琪，我就知道我当初放弃你是错的，我对不起你。”000，我手机此时突然响起来，我抱歉地看刘康一眼，接了电话：“老婆，我也到医院了，妹妹在几楼啊？”7楼，我也刚到，马上上来。刘康显然也听到电话里的声音，他不自在地问：“琪琪，你结婚了呀？”我点点头。刘康叹口气：“祝你幸福啊，钱我就不要了，这个病需要很多钱，杨木拿走了家里所有的钱，我没办法把房子便宜卖了。现在治疗费是有的。”说完，刘康转头向着不远处的病房走去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瘦削佝偻的背影，心里有些微微发酸。滚，你给我滚！我要我妈！我妈到底去哪了？不远处的病房里，我听到了刘玲尖利的喊声。